前面的影片就可以看到我们从墨尔本市区跑到一个很远的地方。这个城市叫 Cobram， 然后它是刚好位在 Victoria， 就是维多利亚跟 New South Wales 新州接近边界。对，然后我们为什么会刚好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呢？我们是要农场打工啦，看了 Google Maps 才发现说，其实离新南威尔很近。所以现在我们正在走去那边的路上。那因为今天已经算是我们打工结束了，打工期间不太能录，因为毕竟你在上班嘛，所以我们就只有拍一些照片，然后录一些小小的短片。现在在这个路上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顺便来讲一下第一次在农场工作的经验。刚开始我们原本是要试着用采，因为听说用采樱桃，手快的人可以时速比较高。因为我第一天的时候就去采樱桃，发现好像也没那么容易。听别人讲说采樱桃赚比较多，可是像我这种新手去弄的话，那时候我第一天弄7个小时，就只用了9箱。他们是说第一天已经算不错了，可是我觉得我是学生，然后只是来这边，就是可能算是可以说是算是体验吧，体验一下他们打工度假，所以我不会长期留在这边。那我觉得去训练自己越来越快，我觉得有点难，尤其时间又那么短。那时候去采樱桃的时候，我听他们说有一些人可以几个小时采了20-30箱，时薪都30-40块。我的那个7个小时9箱，我时薪才10块，就是它会吊在前面，有一个像小篮子的东西，然后你那个装满1箱是12.5。其实这边抠樱桃的那个指甲其实蛮痛的，因为你要把它抠下来。所以我在第一天结束之后，我就问那个。我们家是有个中介吧，然后就问他说可不可以换去做包装，所以我只体验了1天的采果，然后之后就换去包装了。那我包装可以讲比较多事情啊，因为我们毕竟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包装。我第一天就跑去包装，一开始也是原本是要去采樱桃，但是他们说包装太缺人了，所以我第一天就先去帮忙。后来听到他说采樱桃很累。然后很多蜘蛛啊，很多虫。哦，对，你这边采樱桃的时候，会有很多虫子跟你做朋友。他有教你说，采的方式就是夹在腋下。对啊，他就是拔下来，就是把一根，那樱桃树是这样长，往上长，就这样一根一根的。那个 supervisor 他就会教你怎么弄，就是小孩这边有一根，有没有？往下拉，因为它有点像一根这样往上插这样。然后你就把它往下，把它夹腋下，开始拔樱桃。它是这样的速度是最快的。然后因为你要近距离跟树为伍，所以一定想必那个树上一定很多生物、昆虫啊、微那些的。因为我本身是超级怕蚊子，我是捕蚊灯。后来听到他这样讲之后，我就想说，那我就干脆待在包装，因为包装又是室内，蚊子、蜘蛛这些比较少，又不会一直晒太阳。如果是那种就是高温到34度那种就会比较难，因为它是铁皮屋，所以就是闷在里面，你知道吗？烤箱、烤人肉、烤樱桃肉。包装它男生跟女生会不同工作，然后走一走就到了。对，这有一个牌子。女生就是这样子雇一条线。像我一开始去就是新手嘛，所以他就会叫我们雇比较慢的线。那你雇比较慢的线的话，你就要一次雇好几条。快的线的话，就是一人雇1条。我们是用盒子去接，那它有分2公斤、5公斤跟10公斤。然后我们弄完之后，如果是果没有那么多的话，我们会自己盖盖子。那如果果多的话，就会是男生帮忙盖盖子，然后叠成5个之后搬到pallet上面，叠好，整理好。到了，就这样过这条桥到另一边，耶！我们到那个边界了，不知不觉走到了。然后观光客模式启动，开始拍。已经在 New South Wales 了。哦，那个吧，那个才是 Old Bridge 去 New South Wales。那个。我有发现他们车牌 New South Wales 跟 Victoria 的车牌不一样。Victoria 的车牌是白底蓝字，那个 New South Wales 黄底黑字。
然后这条河就是分界 New South Wales 跟 Victoria。但没有一半一半它虚线在靠这边，维多利亚在这里，然后这边，所以我们现在在河上是已经是新南威尔州了，维多利亚是到那一条而已，就是到快河的地方而已。我们现在在去公园的路上，我们就做个非常简单的澳洲农场打工的一个小结论。因为我们其实也遇到有一些大学毕业，我认识一个硕士毕业的，他就是找不到人生方向，来澳洲打工度假赚点钱，顺便思考一下人生。我们当初我们来也算是就是想要体验一下澳洲打工度假。澳洲打工度假很有名啊，至少你可以说我有体验过啊，很累，可是难忘经验。那如果你来了外场或内场，外场就是采果嘛，当时是什么季节就是采什么，然后或者内场就是包装嘛，会推荐选择哪一个？没有一个正确答案，就是主要是看个人吧。如果你觉得你不想要上班上那么久，就是选外场。可是外场就是速度动作快，赚的钱就是以你的速度。那如果你是包装的话，就是时薪，不是计件的。但是工作时间会比较长一点点。外场的话，可能工作时间会短一点，但是动作快，你时薪才会高，你才能把它打平嘛。就以采樱桃来讲，因为我们现在是采樱桃，我们樱桃内场包装时薪是27，税前平均一天工作10个小时的话，这样子270一天，那也就是说你在外场采樱桃，Supervisor跟我们讲说1个小时最少有3项，就是动作快的，270除以3，9个小时，所以你要采9个小时。可是外场时间，因为他会看天气嘛，下雨就没工作了，没工作就没钱嘛。然后外场的时间也比较不固定，因为他会看天气，有时候就是很早就很热，他就可能就3、4点啊，4、5点。有听过那时候3点40分就要起来采樱桃的，然后他们就说要装一个灯。然后这边找樱桃，那个内场包装时间就比较固定一点啦，不是6点就是6点45。如果是以我们上班的地方的话，是这样子的时间。但是听说去年有到5点，但是很多人受不了，所以就最早就是6点。然后下班时间也不固定，就是看进度啊，看他订单而定。我们最早就是昨天，我们是3点45下班。然后最晚我们有做到6点45，你每天都不知道你会几点下班。其实采樱桃的也是啊，来农场打工就是基本上你就是打工睡觉。推荐想要来体验的，或者是赚钱，除非你省着点花啦。那打工这个话题就算结束。如果有其他想要问的问题，就在下面留言。知道的就会回答，因为我们也只是体验几周，我们就尽我们能回答就回答。我们已经走到了 Thomson Beach。我们来看一下吧，这是海边吗？那好像不像海边超不像的。它就是名字是海边，但其实是河边。我们走到旧桥这边了 ，Cobram Old Bridge。然后这是旧桥。旁边是新的，1902年，1902不就跟那个我们住的那个地方一样，同个时期建造的。我们又回来了，准备回去吃派。有人推荐。好像很好吃，得过很多名，得过很多奖牌的派。对，等下去那边吃派。要走路的，因为我们走路。对，没错。够。我们现在来到那个我说的那家 beef， 不是 beef， 那个很有名的派。可是我们来的有点晚，像38分，现在，然后他们好像因为圣诞节关系，要开始清空了，跟自己一样。我们刚好就也不吃牛肉，所以也没了。剩下的就是牛肉，对，剩下的都只剩牛了。没办法。对，我没办法。那有机会来的话，可以来试试看。这家店叫做 Hungry Face Artisan Bakery， 有机会来 Cobram 都可以试试看。那后面这些奖项就是他们得到的奖。从2018年。这次影片到这边结束，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开小铃铛，那下次见，拜拜。你有机会可以找伟雄，他们有一些人可以找到很多，
可是到目前现在我们来这边半只都没看到。吸新洲的空气，要把它涂在里面。飞机。